那血红色的气体非常狂暴，其中蕴含着万千荆棘。若是被这红色气体击中，定会千疮百孔，死得破碎支离。面对这样恐怖的攻势，就连慕容羽也是神色微微一变，眼中露出忌惮之色，竟身形向后一纵，闪躲开来，脱离了先前的战圈。与此同时，也收起了对那4位天才压迫的气息。慕容羽竟然被逼退了，如此霸道的慕容羽竟然被界清明逼退了，厉害！都说界清明是9州大陆年轻一代的第一人，今日一见，果然如此。界清明出手之后，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同为天武一重，同样握有骑兵，这界清明竟能让慕容羽忌惮，可见他的实力的确比慕容羽更胜一筹。而在慕容羽退缩后，界清明也没有穷追猛打，而是收回那血红色的气体，将地上的4人一一搀扶起来，客气地问道：“几位兄弟，没事吧？”“没事，多谢清明兄出手相助。这慕容羽太不是东西了，依仗者有骑兵在手，便无法无天。他要是没有骑兵，我一定打得他屁滚尿流。不过可惜，你没有骑兵，我也没有骑兵，也只有清明兄能够让他忌惮。”4位绝顶天才对界清明满面的感激，说话之间还不由得向那慕容羽投去了恶毒的眼神，因为这次他们当真是被慕容羽弄得丢尽了脸面。而那慕容羽先是冷声一声，的确没有再度出手，反而将手中的神木剑背在了身后，说道：“界清明，你对骑兵的掌控力的确在我之上，但那也只是因为你在我之前踏入了天武境而已。再过不久，我也会彻底掌控我的神木剑，那个时候我再与你一较高低，随时奉陪。”界清明丝毫不惧，展示出独有的霸气，仿佛他就是年轻一代的王者，无所畏惧，所向披靡。而界清明这样的表现，则是将在场的美女们迷得神魂颠倒，就连各方的长辈也是称赞连连。清明大哥，那小子就是楚风，是他将界不凡打成重伤的。可就在这时，一位界氏族人跑到了界清明的身旁，将手指向了人群中的楚风。“哦，清明兄，界不凡不是你弟弟吗？那小子竟然打伤了你弟弟，真是不知死活！让兄弟我帮你教训一下他。”听到此话，还不待界清明说什么，那刚刚被界清明解救的唐一修、宋清风、白云飞、刘逍遥等4人，便一个个将不善的目光投向了楚风。“谢谢各位的好意，不过这是我界清明的家事，我想亲自处理。”界清明先是冲着4人淡淡一笑，随后便将目光投向了楚风。这一刻，楚风能够感觉到2道无形的利刃刺穿了他的身体，直奔他的心脏，差点丧失知觉，跪倒在地。不过好在楚风精神力强横，血液中还有神雷滚滚翻腾，这才抵挡住了那无形的压迫，只是向后退了一步。但是此刻的楚风已在瞬间变得面容苍白，满头大汗，甚至气喘连连，如同经过了一场恶战。“楚风，你没事吧？”见状，顾博赶忙搀扶住了楚风，眼中充满了担心之色。同样身为界灵师的他，能够感觉到刚刚界清明的那一眼运用了极强的压迫。“没事。”楚风摇了摇头，心中暗道：这界清明太厉害了，刚刚那一眼仿佛看穿了我的一切，差点将我的精神击溃。这便是蓝袍界灵师的实力吗？玄武3重倒是有着几分实力，不过只凭这些你就敢重创我弟，你可真是胆大包天。界清明冷哼一声，刚刚他竟然看穿了楚风的真实修为。什么玄武3重？楚风兄弟，你竟然踏入了玄武境？听得此话，顾博也是大吃一惊。面对顾博的追问，楚风默认的点了点头。天哪，你竟然真的踏入了玄武3重！而在楚风确认之后，顾博的嘴巴更是张大了几分，不敢置信地盯着楚风，感觉是如此的不真实。毕竟楚风1年前还是元武1重，1年的时间追上他的修为已是看成绝世奇才，但如今竟然踏入了玄武3重，远远地将他甩在了身后，这可就完全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玄武3重，那个小鬼吗？这个年纪便踏入玄武3重，看来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啊！的确是个天才，不过似乎是打伤了界清明的弟弟，得罪了界清明。这样一来，哪怕他再天才，恐怕也没人能救得了他了。是啊，界清明可是年轻一辈的第一人，如今9州大陆的第一天才，那少年竟敢得罪界清明，真是找死啊！唉，天才之流总是狂妄自大，但是这种狂妄自大往往会让他走向末路。这个小子就是一个例子。与此同时，楚风已经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看着楚风那少年的模样，竟然拥有玄武3重的修为后，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楚风是个天才，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楚风得罪了界清明，日后必死无疑，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以看热闹的心态，等待着界清明如何教训楚风。楚风，你打伤我的弟弟，导致他无法通过无极的功的考核，无法参加这场联姻大会，你真是好狠的心！是不是青州之人都像你一样没有教养，以毁灭他人前程为乐趣？界清明走到楚风身前，以雷鸣般的嗓音质问着楚风，那刺耳的声音震得楚风双耳嗡嗡作响，一层一层无形的音波正在进攻他的身体。但是界清明的话语之中，却也讽刺了青州的另一个人，那边是张天翼。可见这界清明对张天翼似乎也很是不满。界清明，你休要颠倒是非，明明是界不凡等人在无极的宫内围攻楚风，想对楚风不利，楚风自保之下才将界不凡击伤。要怪，只能怪你界氏族人不自量力，20几名玄武境的高手竟被楚风以元武9重的实力一击击倒。怎么，如今你界氏族人的小辈之中没人能奈何楚风，所以只好你亲自出马了，对吗？就在这时，顾博竟站在了楚风的身前，凌厉地斥责起界清明。哼，我与他交谈，哪轮得到你多嘴？面对顾博的质问，界清明眉头微皱，眼中涌现出一抹寒光。小辈之间的争斗而已，
技不如人，就要心服口服，又何时轮得到你借清明来插手？而就在这时，人群之中又传来一道声音，这声音柔和似水，却蕴含着如雷霆一般的爆发力，竟又是一位天武境的强者。侧目望去，人群中又有一队人马走来，是界灵公会的人，为首的是一名面容俊朗、看似柔和的男子，他手拿一把羽扇摆于胸前，风度翩翩。如果说界清明的气质是一种舍我其谁的霸气，那么这名男子独有的气质便是如同流水般的柔和。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这个看似柔和的男子可不好惹。仲宇大哥见到这名男子，顾博大喜，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徐仲宇，界灵公会的第一天才。与此同时，很多人也都认出了这来者，目光之中的期待之色越来越浓，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界灵公会的小辈与界氏族人的小辈不和，而界清明与徐仲宇更是多年的死对头。往往当他们二人碰到一起之时，总会多少发生一些冲突。所以当此刻二人聚到一起之际，人们便知道一场好戏即将上演了。徐仲宇，你又要多管闲事！界清明将那不善的目光转头向徐仲宇。界清明，楚风与顾博皆是我界灵公会的人，我护他们理所应当，岂能说是多管闲事？徐仲宇淡淡一笑，话语之中还有几分讽刺。好，我倒是要看一看你徐仲宇是否能护得住他们。界清明也不废话，意念转动，那红色的气体便再次自其体内汹涌而出，骑兵之威再次展现，并且比先前还要迅速，比先前还要恐怖。这界清明显然是要如那慕容羽一样，想要一招制敌，尽快解决掉徐仲宇。好，让徐仲宇与界灵公会的颜面尽失。界清明，看来你是知道，凭借自身的修为无法胜过我，所以才直接动用骑兵的力量。不过，你的算盘还是打错了，因为骑兵可不止你有。面对那扑面来、蕴含万千荆棘、如同凶猛野兽的红色气体，徐仲宇却是轻蔑一笑，随后意念一动，他的体内竟然绽放出金色光芒。那金色的光芒极其刺眼，如同明日。而最主要的是，当那金色的光芒出现之际，人们还能听到阵阵怒吼，那似是龙的吼声，竟有一条金龙萦绕在那金色光芒之内。红金色的气体与红色的气体相互碰撞，顿时脚下的山峰一阵剧烈摇晃，二人以骑兵所散发出的恐怖力量竟然交织在了一起。骑兵，真的是骑兵？你界灵公会怎么会有骑兵？这一刻，就连先前还自信满满的界清明也是面容一变，因为在他的记忆中，界灵公会可是没有骑兵的，那是姜氏皇朝的骑兵。金龙铠甲是我界灵公会的会长以极其巨大的代价跟姜氏皇朝换来的，为的就是不让徐仲宇大哥输给同辈的界清明。顾博趴在楚风耳边悄悄说道。这一刻，楚风不由一愣，因为他能够想象得到，从姜氏皇朝的手中换到一把骑兵，那样的代价会有巨大。可见界灵公会为了颜面的问题，还真是下了血本。徐仲宇竟然也有骑兵在手，想不到界灵公会如此深藏不露。听闻当初界清明与徐仲宇交手，从不动用骑兵的力量，想以自己的实力战胜徐仲宇，但是奈何二人每次都是平手，难分胜负。而如今二人竟都有骑兵在手，也就是说二人同样难分胜负。这样看来，我九州大陆年轻一代的第一人，岂不是要由界清明与徐仲宇并列了？如众人所说一样，徐仲宇与界清明的天赋接近，实力接近，界灵之术也是接近，二人一直是难分胜负。而如今二人以骑兵交手，也同样如此。眼下二人都想胜过对方，所以都在全力催动身上的骑兵。在这种情况下，界清明的锦衣之上浮现出血红色的纹路，那纹路越来越浓，竟若隐若现的形成了一件血红色的铠甲，散发着坚不可摧之感，以及非常骇人的恐怖力量。而那徐仲宇也是不甘示弱，散发的金色光芒不减，但是人们还是能够隐约看见，身在金色光芒中心的他，身上有着一件金色的铠甲，且在铠甲周围还有一条金龙萦绕，气势非凡。在二人的对拼之下，脚下的山峰早已出现道道裂痕，一层层涟漪不断以二人为中心席卷而散。这种情况下，莫说楚风等人，就连老一辈的强者也是被逼得连连后退，难以抵挡骑兵之威。不行，骑兵的威力太强了，这样下去恐怕会把这座山峰毁掉。看着那急速蔓延的裂痕，至尊山庄的长老们开始担心起来。忽然之间，就连天空之上也是开始颤动。抬头观望，人们惊愕地发现，一股不输于骑兵的力量正在天空凝聚。而抬头一看，那里竟然站着一人。这人的身上覆盖耀眼的光华，根本看不清容颜，只能看到他的衣衫正在左右摇摆，以及他的双手正在急速变换。而在他的口中，还在一字一句地说着一些话。突然，就在其话音刚落之际，那人竟化作一道流光从天而降，径直地掠入了界清明与徐仲宇的战圈之中。此人落下，顿时掀起一阵狂暴的能量涟漪，那涟漪肆虐而起，仿佛可以撕裂天地。这种情况下，站在人群最前方的楚风都感受到了一种致命的威胁，如同只是这股涟漪便可将他们撕裂一般。不过好在隐藏在人群之中的前辈高人合力出手，在人群的前方布置出了一层蓝色的结界，才总算避免一场不必要的伤亡。好强，这便是九州大陆最强天才之间的对决。看着结界之内那如猛兽一般咆哮肆虐的能量涟漪，楚风深深地感觉到了自己与那些天武境的天才之间还有这一段很大的差距。只不过楚风更好奇，那进入战圈内破开界清明与徐仲宇骑兵之威的人是谁？因为楚风先前曾以精神力观察过那人，发现他也是年轻男子，也是小辈人物。事实上，不只是楚风，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将那好奇的目光死死地锁定在那结界之内。
想要看到那出手的人究竟是谁。终于在那能量涟漪消退之际，布置结界的高手将结界撤销开来，而这一刻三道身影也终于浮现在人们的视线之中。至于那第三人，如楚风之前感应到的一样，的确是一名青年男子，而从他的衣着上，人们能够得知他的身份，显然他就是至尊山庄的第一弟子柳至尊。原来是柳至尊，他竟然能够进入两位手持骑兵的天才战圈而不受伤，莫非他也有骑兵在手不成？不，至尊山庄不可能有骑兵。你没听到刚刚柳至尊出手之时所喊的名字吗？至尊开天手，他是施展出了至尊山庄的绝技，是凭借那绝技破开二人骑兵之威的，真的是至尊开天手。想不到这一武技竟真的拥有堪比骑兵的威力，周围的人群议论纷纷，而楚风则是倍感好奇，怎样的绝技才能破开骑兵之威？于是好奇的对顾博问道：“他们所说的绝技究竟是怎样的武技，竟然拥有这么霸道的威力？”楚风，想必你应该知道，在九州大陆上最强的武技便是八段武技，但是这八段武技却很稀少，稀少到就连我界灵公会和界氏族人这样的势力都没有掌握。但就是如此稀少的武技，这至尊山庄却拥有。可以说，至尊山庄是除了姜氏皇朝外唯一一个掌握八段武技的势力，所以这八段武技自然就成了至尊山庄的镇庄之宝。只不过这至尊开天手却非常难以修炼，至尊山庄掌握这一武技的人寥寥无几，并且这个武技施展的时间过长，根本无法在1对1的战斗中使用，使用之时必须有人进行掩护。不过不得不说，这至尊山庄的威力非常恐怖，只要能够施展成功，就会如同先前那柳至尊所发挥出的威力一样，能够与骑兵之威一较高低。当然了，先前柳至尊之所以能够完整的施展出至尊开天手，那是因为他得到了足够的时间来施展这一八段武技。顾博详细的解说道：“至尊山庄的至尊开天手果然厉奥呢。至尊兄，看来我日后若与你交手，必须有骑兵在身方，能与你一战，否则定然不是你的对手了。”徐仲宇开口了，话语中却有者些许不善，显然是对柳至尊的插手感到不满。仲宇兄，你就别笑话我了，我至尊山庄的至尊开天手虽然威力强横，但所有人都知道施展繁琐，很难在1对1时使用。柳至尊笑眯眯地解释道：“那依照你这么说，你这至尊开天手若是能够随意施展，那我二人岂不是真的不是你的对手了？”就在这时，界清明也开口了，话语中同样带着尖锐的刺儿：“哎呀，清明兄，仲宇兄，你们两个就别为难我了。我知道我擅自插手你二人的切磋不妥，但是这里毕竟是举办联姻大会的地方，而你二人手中的骑兵又威力太强，若是将这大会的举办地破坏，我实在难以向庄主交代啊。”柳至尊陪笑道：“至尊兄，并非我界清明不给你面子，非要在你至尊山庄的地头上动手，实乃是有人破坏了你至尊山庄的规矩。你至尊山庄不管，难道还不可以我自行了断吗？”界清明满嘴的酸气，柳至尊始终在旁观看，自然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于是他思索一番后，面带微笑的走到了楚风身前，客气的说道：“这位小兄弟，不知尊姓大名？”楚风，原来是楚风兄弟。楚风兄弟，你与界不凡之间的恩怨纠葛，我并不知晓，但现在你将界不凡打伤了，这毕竟是事实。而这僵事既然发生在我至尊山庄的地头上，我就理当该替你们主持公道。这样吧，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向界不凡的大哥界清明赔个礼道个歉，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你看如何？柳至尊虽然表面和善客气，但他的话语中却多少有着几分强硬的态度，甚至目光中还有着几分威胁的意思，是想逼迫楚风赔礼道歉，以化解此事。而楚风最受不了的什么，那就是被人威胁，并且无论如何，他也绝对不会向界清明道歉认错，所以他冷笑一声，说道：“替我主持公道，你就这么主持公道？我本就无错，何须道歉？你既然身为至尊山庄的人，就应该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好调查清楚，再来这里主持公道，否则你这就不是主持公道，而是横行霸道。”楚风此话一出，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甚至能够在人群中听到倒吸凉气的声音，他们都被楚风的所作所为吓坏了，就连徐仲宇也是眉头微皱起来，感觉事情不妙。柳至尊是什么身份？那可是至尊山庄的第一弟子，能够与他和界清明争锋的存在。若要和柳至尊谈判，他徐仲宇可以出头，毕竟他二人无论身份和地位都对等，说白了就是谁也不怕谁。但是楚风这么说，可就有点太过大胆了。毕竟楚风从实力和身份上来看，根本就与柳至尊不对等，不在同一个层面。他当众说出这些话，就是摆明了不给柳至尊面子，让柳至尊难堪，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柳至尊的脸。就算柳至尊现在不追究，但他一定会记住这个仇，日后会想尽办法的对付楚风。而对于这个道理，楚风自然也很清楚，只不过楚风做人有原则，他不会轻易向人低头，哪怕明知会因此结下大敌，也不会低头。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士可杀不可辱，楚风就是那种宁可死也不愿受辱的人。说得好，可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楚风闯下大祸之际，不远处却突然传来一声喝彩。顺声望去，不远处的一座巨石上正坐着一名少年，那少年此刻正在拍手鼓掌，喝彩连连。而他正是那位斩杀了色老头王强的绝顶天才江无伤。是他，江无伤是无极地宫的第1名，年仅15岁就踏入玄武9重的顶尖天才，并且来历不明，没人知道他师承何处，来自哪里，甚至没人知道江无伤是否他是他真名，身份非常神秘。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江无伤是一个绝顶天才，日后甚至能够超越界清明、徐仲宇的存在。所以对于这位少年，
没有一个人敢不重视。江无伤双手按住身下的石面，腰身猛然用力，一个漂亮的鲤鱼打挺，便以完美的弧度从巨石之上跃下，竟直接掠到了人群的中央。柳至尊，不是人家楚风说，你身为至尊山庄的第一弟子，处事真是不公，没有你这么办事的。江无伤毫无顾忌，竟然当面指责起柳至尊。对于这一情况，围观之人再度倒吸了一口凉气，觉得这江无伤胆子实在太大了，简直比楚风胆子还大。但唯有楚风知道，这江无伤的确具备这个嚣张的资本。那你倒是说说，我该怎么处理才算公平？柳至尊也不是简单的角色，竟然面色不改，始终挂着淡淡的微笑，竟反问起江无伤：这还不简单吗？让他们两个打一架，输的那个赔礼认错不就成了？江无伤洋洋得意地说道。而他此话一出，惊的人们掉了一地的下巴。本以为他出场是来帮助楚风，哪成想他这真是将楚风往火坑里推啊！让楚风这玄武三重的和界清明那天武一众的打，那不是让楚风去找死吗？呵，这位小兄弟倒是出了个好主意，只不过我怕他楚风不敢应战。界清明微微一笑，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藐视。你傻呀，你是不是傻？可谁曾想，那江无伤竟面色一改，当众指着界清明咒骂起来。见状，界清明勃然大怒，可是当其想到江无伤那来历不明的身份后，还是压住了自己的怒火，因为要去猜想九州大陆究竟哪里能够出现江无伤这样的天才，其实并不难，那便是江氏皇朝。所以这也是江无伤在这里横行无忌，却没有人敢对他如何的原因。所有人都在忌惮这一点，害怕江无伤是江氏皇朝的人。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我还没说完，你就说人家不敢，你说你是不是傻？江无伤狠狠地瞥了界清明一眼，随后说道：你也不看看你多大了，都快奔3的人了，要和一个未成年的少年交手，不但不害羞，还理直气壮地说人家不敢，你好意思吗你？界清明气得面色发青，双眼通红，真的是快被气炸了。他哪里是奔3的人，无论是相貌还是真实年龄，他明明都是20出头，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而已。你什么你？听好了，你要与楚风交手，就必须做到公平。怎么才能公平？那就是同等修为下的比试才叫公平。你不是蓝袍界灵师吗？压制修为对你来说不难吧？只要你将你的修为压制到玄武3重，那就与楚风一样了。到时候你们两个再交手，那就是绝对的公平。怎么样？你敢不敢？江无伤指着界清明鼻子问道。哼，我有何不敢？界清明冷哼一声，若不是忌惮江无伤的真实身份，他真想当场捏死这个臭小子。楚风，你呢？江无伤指向了楚风，同样傲气十足，没大没小，愿意奉陪。楚风微微一笑，不由得向前跨出了一步。别看楚风现在得确忌惮界清明，但若是二人真的在同样的修为下，楚风可完全不惧那界清明，哪怕他有骑兵在身，楚风也同样不惧。好，既然如此，那么你们二人就开始吧。来，各位退后一下，给他们二人让出个能伸展拳脚的地方。那边那几个界灵师在这地上布置一层结界，省着他二人站得太过凶猛。再把这山峰给拆了。确定解决方法后，江无伤这个小屁孩竟然比比划划地指挥起在场的人们。而最让人无语的是，竟然没有人敢不听他的话，就连界灵公会与界氏族人的蓝袍界灵师也是按照他的吩咐布置起了结界。而在一切就绪后，江无伤则像裁判一样指着界清明道：对了，为了公平起见，你不能动用你蓝袍界灵师的手段，至于你那骑兵，你要是不怕丢人，你就用吧。他妈的，我真想捏死你！面对江无伤的一再刁难，界清明当真是气得咬牙切齿，磨得滋滋作响。不过他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选择隐忍，连这句咒骂的话也只能在心中对自己说。当江无伤退场之后，界清明也果然守信，压制住了自己的气息，从天武1重压制到了玄武3重的地步。而这一刻，楚风也不再隐藏气息，将自己那玄武3重的气息释放而出，自信满满的走到了空地的中央。这楚风真的应战了，你猜他们谁会赢？这还用说吗？你以为界清明被认为是九州大陆的第一天才是开玩笑的吗？就算他不是天武1重的修为，战斗力也远在楚风之上。没错，我可曾听说，除了徐仲以外，在同等修为之中，界清明根本没有敌手。曾在玄武9重之时，不借用骑兵的力量，便将一位天武1重的人物击杀，竟然这么厉害！玄武与天武的距离，那可是天地之差呀！这么说来，那楚风气不是必败无疑。哼，青州来的，再强能强到哪去？自取其辱而已。此时此刻，这山峰之巅聚集的人已是越来越多。无论是参加联姻大会的青年才俊，还是至尊山庄的本土弟子，或是各方势力的前辈高人，此刻都在瞩目着这场特殊的切磋比试。这里几乎集结了九州大陆的各方人物，对于那来自四面八方不绝于耳的称赞声，界清明则是听得异常欢喜。于是他轻蔑地对楚风说道：有什么看家本领都使出来吧，我无需动用任何武技，只用这一只手就能击败你。而面对界清明这无比自大以及藐视自己的态度，楚风则是淡然一笑：谁给你的自信？自信当然是自己给的。别废话了，你还是出手吧，我给你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免得我先动手，直接将你秒杀，让你脸面全无。界清明一只手负于身后，一只手摊于胸前，大有绝世高手之姿。他将话语说得很大声，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实际上楚风根本就不配和他交手。既然你如此好心，那我就试一试你这一只手
是否能挡下我的攻势？楚风冷然一笑，随后脚步向前一踏，便如离弦之箭一般爆射而出。当他落到了谢清明的身前之时，并未使用任何武技，而是赤手空拳的向谢清明发动了攻势。楚风拳拳生风，快如闪电，招式千变万化，只是一招一式简单的一拳，便迷惑住了谢清明的双眼，让他不知如何抵挡。怎么可能？这小子的速度和力量竟然如此利奥的！这一刻，谢清明面容大变，先前的从容自若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吃惊，因为此刻的楚风在他的面前就犹如千军万马，就凭他那一只手，挡也不是，攻也不是，只好向后闪躲而去。意气锋芒，谢清明身形一纵，向后闪躲开来，但楚风如影随形，已是再次攻至。这种情况下，谢清明眉头紧皱，却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继续闪躲。于是乎，在那片巨大的空地之间，出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先前还口出狂言，说只用一只手便能将楚风击败的谢清明，此刻竟然被楚风追得到处乱窜，狼狈至极。什么情况？谢清明为什么不还手？这还看不出来？明显是谢清明让着楚风，想让他嚣张一阵，等一下谢清明出手之际，定能将楚风一击击败，让他知道人与人的巨大差距。有些人仍对谢清明充满信心，还以为是谢清明故意戏耍楚风。这楚风好厉害，攻势密不透风，速度与力量皆是极强，招式变化更是巧妙至极。他展现出的战力简直堪比玄武七重的强者。看来这次谢清明是大意轻敌，恐怕要栽大跟头了。不过相比于那些盲目相信谢清明的人，对谢清明相对了解的徐仲宇则是看出了一些门道，觉得这次谢清明若是终不还手的话，多半是要必败无疑。我说过，楚风兄弟的战力很逆天的，这次你信了吧？谢清明虽然厉害，但与楚风兄弟同等修为的话，绝对不会是楚风兄弟的对手。哪怕他动用骑兵，那也是胜负未定。见徐仲宇夸赞楚风，顾博则是满脸的得意，就像在夸奖他一样。小博，你是不了解骑兵的威力。虽说楚风战力的确利奥的，但谢清明也并非庸辈。他若真的动用了骑兵，我猜楚风绝对难以抵挡。徐仲宇摇了摇头，如今身上也穿着一件骑兵的他，深深的知道骑兵的威力有多可怕。仲宇大哥，楚风也是有折底牌的。当日在修罗鬼塔内，谢不凡就穿着谢清明的荆棘铠甲，但最终还是被楚风打得如狗一般。若不是我上前劝阻，恐怕楚风在那一日就会杀了谢不凡，骑兵也救不了他。顾博凑到徐仲宇耳边，低声解释道：“竟有这种事。”听得此话，徐仲宇有些吃惊，随后再次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已是多出了几分期待，淡淡的道：“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真想见识一下，楚风是以什么手段能够破开骑兵之威的。只是谢清明啊，谢清明，你会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出尔反尔，动用骑兵吗？谢清明，你是属猴子的吧？跑得挺快啊，再快点，再快点，不然小爷要追上你了。”楚风追着谢清明马的跑，时不时的还发起嘲笑：“你不过是依仗能够动用全身的力量罢了，我若是施展全力，哪里轮得到你在此撒野？”谢清明气得面红耳赤，深深为自己先前所说的大话感到后悔。哟，那你倒是用全身的力量，是我不让你用了。不知道是哪个乌龟王八蛋，说自己只需一只手就能将我击败。怎么了？现在你倒是出手了，将我击败啊？你那一只手在干嘛？原来你那一只手就是用来当反射的。要不你用腿跑累了，再用手跑跑，最起码也体现一下它的价值，是不是？楚风，你休要逞口舌之力。我承认，的确是我大意，低估了你的实力，但做人最好不要太过分，凡事留一线，也好给自己留个退路，否则小心日后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谢清明这些话说得很小声，只有楚风能听见，因为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觉得丢人，等于在自己打自己的脸。可是楚风不管那个了，他将话喊得很大声，恨不得让山峰之下的人都能听见。谢清明，你说什么？你说你后悔刚刚说大话了？无妨，我楚风大人有大量，现在就给你个机会，让你用2只手2只脚与我一战，如何？没事，真的没事的。对于你刚刚说的话，我们顶多就当成一个屁听了，虽然挺臭的。楚风，你这是找死！谢清明实在是被楚风气怒了，也不管那3七21，身形一转，手脚齐动，脚踩玄妙步伐，全化暴雨流星，竟向楚风反扑而来。快看，谢清明出手了！不对啊，他不是说只用1只手吗？眼下这明明是全力出击啊！这是什么情况？难道真如楚风所说，谢清明1只手根本不是楚风的对手，所以被楚风逼的使用全力了？对于谢清明的出手，很多人感到诧异，因为这与他们预想的完全不同啊！他们预想的是谢清明1只手便可将楚风打趴在地，可是现在这差距未免而已太大了吧？你们懂什么？别忘记谢清明乃是天武1重，他如今将修为压制到玄武3重，已经是让着楚风了。用双手双脚怎么了？这只是不想让楚风输得太难看罢了。谢清明交友很广，这种情况下倒也有很多人为他说话，只不过无论旁人怎么说，但眼下的真实战况却并不容乐观。因为哪怕谢清明全力出手与楚风交战在一处后，人们却也惊愕地发现，谢清明不但没能占据优势，反而还处于劣势。堂堂谢清明，谢氏族人的未来族长，人们口中的年轻一代第一天才，竟然在比拼拳脚上被毫无名气来自青州的毛头小子楚风压制了。楚风与谢清明拳脚相对，每次交错都会发出钢铁交织一般的声响，每次荡起的涟漪都会使得脚下大地一阵摇晃，周边的空气都是一阵扭曲。二人的拳速很快，招式千变万化，很多玄武境的人都无法看清二人的招式变化和出拳速度，唯有玄武巅峰的强者才能看清。而凡是看清者，无一不是为之惊叹，因为二人的手段都很逆天。
对旋律的运用炉火纯青，对攻防的理解也是远超常人。这种情况出现在叶清明的身上还好说，毕竟是他是公认的天才。但是楚风也能做到这一点，并且甚至比叶清明还要略胜一筹，可就让人吃惊不已了。因为这多半说明，在修武的造诣上，楚风还要在叶清明之上。怎么会这样？我明明运转了高级玄功，却仍无法占得任何便宜。难道他也修炼过高级玄功？高级玄功如此珍贵稀少的功法，青州那种地方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东西？叶清明本以为自己全力出手，就算无法击败楚风，也能够压制对手。毕竟他战斗经验极其丰富，对玄力的运用更是达到巅峰。可是万万也想不到，哪怕他全力出手，却仍然被楚风压制着。事实上，叶清明的确很强，是楚风所遇到过的对手中，除了那紫衣少女外，战力最强的一位。只不过可惜，他的对手是楚风，血液内融合了2种雷霆的楚风，从肉体的强横和反应来说，的确要在叶清明之上。叶清明，现在你手脚并用，也没见得厉害到哪里去。你说，再过几年，我楚风追上你的修为之际，你还拿什么跟我抗衡？楚风冷嘲热讽，且严重寒光闪烁。楚风的性格就是，要么他不得罪人，既然得罪了，就要往死里要得罪，因为与敌人就该势不两立。哼，想追上我，那还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叶清明冷哼一声，脚下的步伐突然开始变化，竟然比先前还要快，且每踏出一步，都为下一步做出铺垫，极其玄妙。与此同时，叶清明的双拳也是变得越发沉重，每一拳都沉若飓风。以这种状态向楚风反扑来，竟将楚风逼得连连后退。可恶，这家伙难道隐藏了实力？楚风眉头微皱，他发觉叶清明的拳更重了，速度也更快了，已是超越了他。这样下去，若是只拼拳脚的话，楚风显然是必败无疑。哈哈，叶清明终于动用全力了吗？难怪，我就说叶清明怎么可能不是那楚风的对手。果然，他一认真起来，那楚风就不行了。而见叶清明占据了优势，反压住了楚风，那些倾向于叶清明的人们则顿时狂喜无比，一个个的来了气势，好卑鄙！叶清明竟然暗中动用武技。徐仲宇眉头微皱，看出了叶清明的手段，随后他灵机一动，高声呼喊道：“叶清明，人家楚风还在凭借拳脚与你打斗，你竟然使用行云步和飓风拳，未免也太不厚道了吧？你能骗过他人，可骗不过我。徐仲宇，你这行云步和飓风拳都是由内发力，表面看不出是武技，但那独有的招式却出卖了你。”见状，界灵公会的人也是赶忙附和，一个个扯着嗓子，高声呼喊道：“原来如此！我说叶清明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厉害了？原来是暗中动用了武技。这种招式变化，的确是界氏族人的行云步和飓风拳。你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我界灵公会。原来是动用了武技。我说你怎么突然变强了？”这一刻，楚风也是恍然大悟，赶忙招式一边，脚下运转御空术，升起阵阵狂风，双拳摊开化掌，施展起虚幻掌。楚风的虚幻掌早已领悟到最高境界，如今再度施展，那哪里还是手掌，简直就是由手掌叠成的一面墙，迎面来，难分真假。突然，楚风单掌落下，便轰在了叶清明的胸前。只不过在轰击在叶清明的胸口之际，楚风的手掌以及手臂却顿时传来一阵酥麻之感，一股强大的反冲之力将他冲击得向后倒退数米，险些摔倒在地。而抬手观看自己的手掌，楚风惊愕地发现掌心已是发紫，其中浮现大量的鸡血。自己这一掌竟然使得自己受伤了，若不是自己肉体强横，恐怕自己的这只手已经废掉了。怎么回事？明明是那楚风击中了叶清明，怎么反倒是他倒飞了出去？这一变故同样是引起了围观者注意，一个个的同样惊愕不已。糟糕！世界清明身上的荆棘铠甲具有反伤的功效，且无需他催动，也会起到反伤的防御效果。楚风与叶清明正面交手，不打中叶清明还好，若是打中，受伤的只是他自己。徐仲宇担心地说道：“楚风，不要用肉身攻击他，他身上的荆棘铠甲很厉害，哪怕他不催动，也会主动进行防御，并且还会反伤攻击者。”见状，顾博则是赶忙大声地呼喊起来：“原来是这样，不过也好，正好让我来试一试那一招。”得知原因，楚风微微一笑，不但没有退缩，反而脚步步伐一变，再度向叶清明飞奔而去。只不过这一次，楚风的周身已是覆盖一层淡绿色的气体，那淡绿色的气体覆盖在楚风的衣表，不仔细观看根本就看不见，但若仔细观看，便发现这淡绿色的物体竟有着独特的纹路，且蕴含着坚不可摧之感，是秘技玄武遁甲术。哼，真是不自量力！见楚风竟然再次袭来，叶清明则是不闪不躲，干脆让楚风来打自己。有骑兵护身的他，可不觉得自己会被楚风所伤，相反，楚风只会被他所伤。而就在这时，楚风已是掠到了叶清明的身前，体内玄力运转，体外妖马合一，对着叶清明的面门便是一拳。果不其然，就在楚风这一拳即将击中叶清明的面门之际，自其体内竟然涌现出一层淡淡的红色气体。若仔细观看，便可发现那气体之上满是荆棘，蕴含着反伤之力。可就算如此，楚风却没有丝毫停手的动作，反而不由得加重了拳力。随后只听的一声，楚风的拳头已是轰在了那红色气体之上。而在那一声轰鸣之后，楚风这次竟然并未倒飞而出，相反，那叶清明则是脚下一飘，被楚风一拳轰飞而去。叶清明猝不及防，被楚风一拳击飞，飞出数十米后才反应过来，赶忙调转身形，踩落在地。可就算如此，还是无法化解楚风那一拳之威，足足在地上滑行10几米后，
还算稳住身形。怎么可能？他竟然能够打动我而不受伤？叶清明的瞳孔不住抖动，双目之中充满了震惊之容。在他穿戴荆棘铠甲的时候，他还是第一次被人凭借肉身之力打飞。哪怕他当年以玄武境修为大战天武境高手的时候，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并且楚风以拳头从正面与他的荆棘铠甲对拼，竟然毫发未损，这实在是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好厉害！楚风那身上覆盖着一层不易察觉的气体铠甲，那铠甲与叶清明身上的荆棘铠甲完全不同，虽没有反伤的功效，但却散发着坚不可摧之感，仿佛没有什么东西弄够攻破那层铠甲。那究竟是什么？那就是楚风上次险些破开荆棘铠甲的手段。莫非楚风的身上也有骑兵？身为蓝袍界灵师的徐仲宇以精神力观察着楚风的变化，当发现覆盖楚风的玄武遁甲术后，眼中充满了吃惊。不，这与楚风上次施展的手段不同。上次楚风施展的是一种武技，非常强横的武技，那种威势仿佛可以攻破一切，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但这一次却刚好相反，他施展的是另一种手段，但却同样强悍，以绝对的防御覆盖全身，再借助这种防御去攻击叶清明。不得不说，楚风掌握的手段都是我在他人身上所没见过的。顾博也是满面吃惊，他觉得越发看不透楚风，觉得楚风掌握的手段实在太多，且太过强悍，是他远远不及的。不，那并非武技，也并非骑兵。就在这时，一道老者的声音突然传入徐仲宇与顾博的双耳之中。回头观望，二人发现一位身穿戒灵蓝袍的老者正站在他们的身后，而这位正是戒灵公会的当家长老之一，公孙长老。您说楚风施展的不是武技，也并非骑兵，那究竟是什么？徐仲宇与顾博凑过去，低声问道，很怕别人听到他们的对话。是秘技。秘技，没错，秘技是一种非常厉害且非常特殊的手段，从威力而言，甚至还要在9段武技之上，可以说得上是天下无双的绝技。这种东西在我九州大陆唯有青州出现过。1000年前，纵横大陆的青龙道人就曾掌握一种极其利奥得的秘技。也正因如此，我戒灵公会的先辈还曾秘密潜入过青州，想要寻得秘技的根源，但最终却无功而返。最终，先辈得出个结论，什么结论？如传说一样，秘技无法修炼，唯有传承。但这种传承无法由人来选择秘技，而是由秘技来选择人。所以说，这楚风的确很厉害，竟然能够得到秘技的认可。此，我戒灵公会必须好好保护，用心拉拢，最好让他扎根我戒灵公会。因为自古以来，凡是得到秘技认可之人，无疑不是可以纵横大陆的高手。就比如那青龙道人，当年可是连江氏皇朝都极为托付，却又无可奈何的存在。公孙长老淡淡的笑道：“竟然这么厉害！”而听过公孙长老的一番话后，无论是徐仲宇还是顾博，再次看向楚风的目光已是变得越发明亮起来，因为他们终于知道楚风的潜力有多巨大了。暴风拳、旋风腿，就在徐仲宇3人交谈之间，楚风已是与叶清明再度站到了一处。此刻的叶清明已经不再遮遮掩掩，而是开始使出各种手段向楚风发动攻势。然而，任凭他施展出1段武技、2段武技、3段武技、4段武技，甚至是6段武技，却都无法奈何于楚风，根本无法击破楚风的玄武遁甲术。而楚风更是干脆，他什么武技都不施展，只是借助玄武遁甲术带给他的无敌身躯，以肉身的力量不断的向叶清明发动攻击。天哪，那楚风竟然强悍到这种地步，只是凭借肉身的力量便抵挡下了叶清明那如此恐怖的攻击。这小子还是人吗？厉害，真的太厉害了！有生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厉害的小妹。但为何这么厉害的人是出自青州？青州那种落寞的地方，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天才吗？前段时间，青州出现的张天翼已经够变态了，想不到这楚风竟然更变态。莫非青州真的要崛起了吗？那片沉默数百年的土地，又要出现震动大陆的人才了。如果说之前楚风与叶清明交手，人们还是一面倒的，觉得叶清明必胜，甚至觉得叶清明胜利才符合常理，那么现在围观的大部分人已经深深地被曾表现楚风的实力所折服了。很多人都已认可了楚风的实力，觉得楚风是一个日后可能震动大陆，甚至会让青州崛起的人物。只要成长下去，将非同小可。怎么会这样？这家伙还是人吗？竟然能够抵挡我的6段武技！而在一番强大攻势之后，叶清明已是面容苍白，大汗连连。他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难缠的对手，他真是快被楚风逼得走投无路了。连自己最强的武技都无用的情况下，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对抗楚风。难道说真的要动用骑兵的威力？可若是骑兵都无法奈何楚风的话，那他不就是败得彻彻底底，并且成就了楚风的威名？而就在这时，叶清明只觉得眼前一花，楚风竟然如同鬼魅一般的出现在了自己的身前。楚风嘴角带笑，冷冷说道：“该结束了。”而在其话音落下之际，楚风已是猛然出手，覆盖着玄武遁甲术的拳头夹带着阵阵破风之音，向叶清明胸口攻来。糟糕！听得此话，叶清明面容一变，内心一颤，感觉背脊阵阵发寒，浑身尽是冷汗。他竟然在楚风的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仿佛这个比他小上许多的少年真的能够凭借这一拳头将他击败一样。一拳击中，顿时荡起了一阵狂暴的涟漪。在这涟漪之中，叶清明也是倒飞而出，只不过这一次他却并未稳稳落地，而是狠狠地摔落在地。轰强大的冲力使得那覆盖在地表的蓝色结界都是一阵蠕动，仿佛无法抵挡这股力量一般。而叶清明更是体内一阵撕心裂肺的疼痛，紧随其后一股热流便涌入口中，竟然是血液。叶清明竟被楚风这一拳打得吐血，
可恶！不过叶清明自然不能让这口鲜血吐出来，而是紧咬牙关，硬生生地将其咽了回去。与此同时，内心怒火一阵升腾。他被楚风逼迫到这种地步后，内心涌现出一个无比强烈的想法，那便是施展出自己的真实修为，以天武一众的修为将楚风给一掌拍死。只不过脑海之中却有一个理智的声音告诉他不能这样做，因为在场的高手太多，就算他真的动用真实修为，也未必能击杀楚风。若是无法击杀，就彻底丢人丢到家了。毕竟一开始他已经答应了江无伤，若出尔反尔，自然会沦为他人笑柄。就在叶清明犹豫的功夫，楚风竟再度掠到了他的身前。与此同时，楚风那覆盖着玄武遁甲术的拳头已是如同暴风雨一般，再次向叶清明轰击而来。只不过还不待楚风将那密密麻麻的拳头轰击在叶清明的身上，一道身影却突然出现在二人的中间，并且一只有力的大手已是紧紧地抓住了楚风的手腕。这股气息，这一刻，楚风只感觉一股极其狂暴的气息自手腕处钻入了体内，而他却根本无法抗衡那强大的气息，是天力。这天力极强，瞬间便占据了他的身体，已是让楚风难以再动寸步，呆呆地站在了原地。只不过在制止住楚风的攻势后，那人也是迅速放开了手掌，使得楚风恢复了体力。在举目观望后，楚风惊愕地发现，站在自己身前的乃是一位中年男子。这男子眉如剑，眼如鹰，刀削一般的脸上是极具阳刚的一张面孔。最主要的是，他身穿至尊山庄独有的服饰，却又与常人的有所不同。至于他的气修为，更是厉奥的，只能用深不可测4字来形容。庄主大人，当这位中年男子出现的同时，周围的至尊山庄之人皆是面容一变，而从他们的话语中，楚风也是得知了这位男子的身份。原来他就是至尊山庄的庄主，如今九州大陆最顶尖的强者之一。两位小友，切磋点到即可，今日给我个面子，这场切磋到此为止吧，如何？至尊山庄庄主面带微笑地对二人说道。而在对于至尊山庄庄主的要求，哪怕叶清明再狂傲，也是要给人家一个面子。何况至尊山庄庄主出手，实际上是在替叶清明解围，不想让他输得太过难看，所以他当然是点头妥协。至于楚风，已经将叶清明逼得极为难堪，并且在场之人都看到了这一幕，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所以自然也就不再追究。时间差不多了，这联姻大会也该开始了。各位来自远方的朋友，都请入席吧。在解决吊楚风与叶清明的纠纷后，至尊庄主微笑着对着众人挥了挥手，而那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一是呼啦一下散开，纷纷向山峰之巅走去。庄主大人！可就在这时，一位至尊山庄的长老却走了过来，低声道：“张天翼至今没有现身，看来是不打算来了。”听得此话，至尊庄主微微一愣，倒也没有太多情绪变化，而是笑眯眯地望向楚风道：“楚风小友，不如去随我等，去台上休息。”而至尊庄主此话一出，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尤其是那柳至尊看向楚风的目光更是醋意十足，有些不善，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台上的意思代表着什么。此次联姻大会有着一座极其豪华的看台，那看台上有着一些特殊的座椅，在那里可以更近地欣赏到一切。只不过这些座椅都是一些身份特殊的人才能坐的，可以说能够坐到那里的人都是此次联姻大会最尊贵的贵宾。至于小辈人物，只有10个位置，那便是分别拿到至尊邀请函的8位天才，还有就是拿到无极的功第1名的顾博与江无伤。而此刻至尊庄主之所以邀请楚风，那是因为张天翼并没有来，多出了一个空位。但就算如此，那个位置也不是普通人能坐的，毕竟连柳至尊都没有这个资格。所以楚风还是谦虚地说道：“这样不太好吧？毕竟那台上的位置本来就是为重要的贵宾留的，而楚风小友的实力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你绝对配得上那个位置。所以楚风小友，你就不要推脱了，随我一同到台上去坐吧。”至尊庄主面带微笑，诚意十足：“是啊，楚风小兄弟，你就不要推辞了，去吧。”与此同时，周围的一些人也是开始附和。不管现在楚风的修为如何，但是楚风在先前展现的实力以及巨大的潜力都已被人们认可，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楚风有资格登上那座看台。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吧。见状，楚风也不再推脱，而是在柳至尊那嫉妒的眼神下，跟随至尊庄主以及顾博、江无伤、徐仲宇等人一同登上了那豪华的看台。在此之后，各方人士皆是入座，而至尊庄主则先是讲了一些客套的话，随后便宣布此次联姻大会的主角100位美女登台。而其话音刚落，天空之中便传来一阵刺耳的鸣叫。抬头观望，人们才发现，在那星光萦绕的夜空下，竟然飞来一只巨大的彩鹤。彩鹤也是一种坐骑，速度与白头雕相差不多，但是因为物种极其稀少，所以价格远远比白头雕还要贵上数倍。而此刻盘旋在天际的彩鹤足有100只，这100只彩鹤5颜6色的非常漂亮，尤其当近100只凑在一起后，在那璀璨的星光下盘旋，更是美轮美奂。这一刻，所有人都在抬头观望，将那一双双目光紧紧地盯着天空之上，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至尊山庄精心准备的100名美女即将登场了。突然，天空之上传来道道破风之音，自彩鹤之上有10名身着衣裙的女子从天而降，这些女子的身上皆覆盖淡淡光华，看不清她们的模样，甚至看不清她们的裙摆为何颜色，但却能够隐约间看见她们手中都握着一把绚丽的花伞。而就在这10名女子落到半空之际，她们手中的花伞便一同开启，花伞一开，满天的花瓣从天而降，女子下落的速度顿时减缓，开始在半空缓缓旋转，并且随着她们的下落，那层覆盖在她们身上的淡淡光华已是愈来愈淡，最终彻底消散。而当那光华消散之际，
在场的男子几乎同时张大了嘴巴，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已经出现了10位极其美艳的女子。10名女子，个个身材高挑，拥有魔鬼般的身材，狐狸般的脸蛋，妩媚至极。尤其是那群摆下一双双雪白的美腿，更是看得人们直咽口水。哪怕在场的男子们每一个都是见过美女无数之人，但此刻大部分也都深深地被这10名美女吸引。好厉害，竟然全部都是玄武七重。不过凡事总有例外，距离美女们最近的楚风却并未被她们的美貌所吸引，而是为她们的修为所感到有些意外。别看这些女子不过20出头，但修为却都已是玄武七重，这种修武天赋以逝者10不低。而在无数道炙热的目光下，10名女至尊山庄的美女终于落在了看台之上，开始以那诱人的身材和迷人的脸蛋迷惑在场之人，尤其是那些此次参加联姻大会的青年才俊们。而紧随其后又有50位美女在满天花雨的衬托下从天而降，同样手持花伞而下，同样是难得的美女，并且同样是有着玄武七重的修为。哇，太厉害了！至尊山庄从哪里搞来这么多天才型美女？50名年轻女子全部都是玄武七重，倒也能够接受，毕竟至尊山庄这样的庞大势力本就不缺少天才，无论男女。但是50名天才竟然全部都是顶尖的美女，这可就让人倍感吃惊了。只不过这种吃惊，当后面的40名美女出现之后，却是顿时提升了数倍。40名美女缓缓而降，当她们的面容浮现在众人视线之后，那本就吃惊无比的众人更是不由张大了嘴巴，因为这40名美女竟全部都有着玄武8重的修为，并且在姿色之上比起前面的50位也是不相上下。而就在人们被这40位美女的实力深深感到震惊之时，自那彩鹤之上又有9道倩影飘落下。这一次在场的人们当真是目瞪口呆，因为这9位美女竟然有着玄武9重的修为，是真正的玄武巅峰，并且她们的面容也当真是天姿国色，比之先前的90位美女还要惊艳许多。就连台上的几位年轻一代顶尖天才也是面容一变，尤其是唐艺修、宋清风、白云飞、刘逍遥等人，显然已经是被9位美女的容颜所迷惑了。想不到九州大陆之中，秦州才是盛产美女的地方，这样的美女在我唐州可从未见过。唐艺修的眼中已满是垂涎之色，见过无数美女的他，此刻也被这9位美女所吸引了。艺修兄，最左边那个适合你，够白。我吗？更喜欢中间那个，双马尾，够纯洁，我喜欢。宋清风笑眯眯的眼睛在9位美女之中扫动，同样被迷惑的不轻。纯洁？你怎么就知道纯洁？白云飞撇了撇嘴，他们4个关系一直很好，无话不谈，在一起干了不少坏事。哈哈，云飞，这还用问吗？我可听说，为了这联姻大会，至尊山庄可是准备了多年。今日这看台上的美女，可都是精心培养的，这样的美女根本没有男人染指过，绝对够纯，都是厨。刘逍遥得意的透露道。这么说来，至尊山庄还是够有诚意的，看来这一次当真是要不虚此行了。听得刘逍遥这样说，那早就动心的3位眼中的光芒顿时大盛，如同一只饥饿的色狼，开始寻觅自己中意的绵羊。事实上，不只是他们4位，就连那位手持骑兵的慕容羽也是早就为之动容，一双眼睛早已陷入美女群中，难以自拔。在这99位美女登场后，开始一一介绍自己年龄、姓名，面面俱到。而这一刻，男子们在细心聆听的同时，也在仔细地观察这99位美女，寻找着自己喜欢的类型。眼下唯一还能淡定的，便只有楚风、顾博、谢清明和徐仲宇了。顾博是因为年龄太小，实力也不够，所以不奢望自己能得到这100位美女的芳心。至于谢清明与徐仲宇这2位绝对天才，因追求力量之心太强，倒是颇有几分不染凡尘的味道。哪怕在场的美女再美再优秀，他们的心中却仍想着如何在万妖山内得到一些好处。而楚风嘛，虽然年龄很小，并且是第一次真正的踏上九州大陆的舞台，但是在场的美女还真没有一个能吸引楚风的，并非楚风不近女色，而是没有一个能让他心动。楚风，你怎么不好好看看啊？我听说等进入万妖山的时候，可以和百名佳丽近距离接触，而以你的实力，想必也能得到他们的青睐。现在先选好你喜欢的类型，等日后进入了万妖山，你也好有所行动啊。顾博见楚风心不在焉，眼睛都不在那美女身上正眼瞧，不由得好心提醒起来：顾博兄，咱们还小，这种事凑凑热闹就可以了，眼下应当以修武为主。楚风微微一笑，一副不近女色、脱离世俗的模样。楚风兄弟说的有道理，咱们这个年纪的确还是应该专心修武为主，男女之事再晚些考虑不迟。听到楚风的话后，顾博也觉得很有道理，不由得点了点头。但他若是知道说出这番话的楚风实际上早已经不是一个厨了之后，想必会被气得吐血。就在台上的美女介绍完自己之后，至尊庄主站起身来，高声说道：各位九州大陆的顶尖天才们，我至尊山庄精选的100位美女，你们可还算满意？满意！一道道嘹亮的声音交织在一处，宛如雷鸣一般回荡在这片天地，诉说着人们此刻激动的情绪。而对于众位青年才俊的反应，至尊山庄则是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道：接下来这位，想必各位会更加满意。说话之间，至尊庄主将手指向了主城方向的天空，而顺着他手指方向观看，人们惊愕地发现，在那夜空之中，一道华丽的座轿竟凭空飘来。那座轿的质地极为特殊，如同水晶一般璀璨，尤其是在这夜空之下，更是闪闪发光，异常的绚丽，差点忘记还有一位美女没有登场。看来这是一个压轴的存在。
这一刻，几乎所有人都不由站起身来，就连看台之上的诸位贵宾也不例外。因为当那坐轿靠近之后，人们发现那抬着水晶坐轿的，竟然是至尊山庄的4位当家长老。这4位当家长老可全部都是天武境的强者。究竟是什么人乘坐的坐轿，能够让4位天武境的当家长老屈就为他抬轿？这使得那坐轿内的人还未登场，已是引起在座所有人的猜想。就在这时，那坐轿在4位当家长老的控制下，已是来到看台之上，正在缓缓降落。而站在看台中心的99名美女，也是赶忙让开，将看台最闪耀的地方预留出来。终于，坐轿落地，4位当家长老分别站在两侧，由轿门的2位一同拉开了那水晶坐轿的门帘。这一刻，在场的许多人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坐轿的出口，想要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能够成为这联姻大会的压轴存在，甚至让天武境的当家长老为其抬轿。而在无数人的瞩目下，一道少女的身影终于浮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内。当这位少女出现之后，无论男女皆是一愣，不由自主地被少女的外表所吸引。没错，这竟是一位少女，并且还是一位极其稚嫩的少女。但是这少女的美貌却是在场的每一个女子都无法比拟的。都说鲜花需要绿叶来衬托，美女也需要丑女来点缀，但是这位少女的美貌却根本无需这些。哪怕站在万花丛中，以美女做对比，也是全场最吸引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倾国倾城，迷惑众生的美人痞子。那雪白而晶莹的肌肤，那标致而甜美的小脸，那如水一般清澈的眼眸，当然人看到她的第一刻，不由得心跳加快，为之心动。天哪，世间怎么会有这样美丽的女子？这位少女出现后，看台上的所有美女顿时黯然失色，所有人的目光全部凝聚在了她的身上，甚至一些人已是被少女的美貌弄得流出了口水。真是想不到，天下间还有如此脱俗的姑娘。这一刻，就连不被女色所迷惑的徐仲也是双目放光，被这位少女的美貌所深深的吸引。至于那届清明也同样如此，甚至向来自负的他，在看见这位少女的容颜之后，也是不由得偷偷的咽了一口口水。甚至就连那位来自姜氏皇朝的天才少女，根本就未曾正眼看过在场的美女，一直昏昏欲睡的姜无伤，此刻也是不由张大了嘴巴。全是他，只不过相比于他人，之前一直比较淡定的楚风，此刻可就是神情微微一变，眼中充斥一抹震惊之容，内心更是顿时掀起波涛骇浪，汹涌不停。因为此时此刻出现在他不远处的少女，正是当日他在白虎山庄内所遇到的那位与他争夺白虎宫杀术的紫衣少女，那位天赐神体。只不过短短1年的时间内，这位少女已不再是当初那玄武一众的修为，而是玄武9重，真正的玄武9重。她竟在1年的时间内，从玄武1重跨入了玄武9重的地步，厉害！看那模样，应该只是15岁而已吧？15岁便踏入了玄武9重，那岂不是与那姜无伤不相上下？在被少女的美貌所深深的吸引后，人们也是开始被少女那强大的实力所震慑。如此年纪便有如此修为，日后的成就简直不可想象。想不到这丫头竟然是至尊山庄的人，并且看这模样，身份和地位似乎不低。不行，当年之事，她一定对我怀恨在心，不能让她看到。觉得大事不好，楚风便想来个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楚风兄弟，你去哪呀？不会连这个小美女都无法引起你的兴趣吧？可还不待楚风转身，傅博便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胳膊。我糟了！楚风本想解释什么，可是当他回头之际，发现看台上的一些人已经注意到了他们这边的动静，将目光投向了自己。最主要的是，那位紫衣少女也看见了楚风，在见到楚风后，那少女的神情也是微微一变，美丽的瞳孔猛然一缩。楚风发现，在她的眼中闪现出一抹冰冷的杀意，只不过那杀意一闪而没，相信除了他外，并没有其他人发现。而在看了楚风一眼后，那紫衣少女也并未多说什么，反而装作不认识楚风一样，将那甜美的小脸转了过去。见状，楚风那悬在嗓子眼的心也总算落了下来，于是整理了一下衣衫，笑嘻嘻地对台上的人们说道：“坐累了，活动一下筋骨。”话罢，他便重新坐了回去。而此时此刻，对于楚风这个小小的细节，根本没有多少人领会，因为更多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那紫衣少女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那至尊庄主则是缓缓地走到了紫衣少女的身旁，满面骄傲地对众人宣布道：“此乃我秦雷的义女紫菱，为表示与诸位联姻的诚意，此次联姻大会，紫菱也将作为我至尊山庄100名佳丽的一员，与诸位联姻。”